有请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0军第28师师长沈佳琪。征程，马桑疏水，大东海哟，西风的书信语言，浪大摇，你一年不来，我一呀年。382年前，彭公就是在这里拜刀出征，率领先人们卷起沙场，为国平我。要是你不懂所言，今天倭寇又打进了中国，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湘军的后人，彭公的子孙们，我们要效仿先人，共赴国难。铁血奉献，拼了命，为的是还能看一眼家中。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国家，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家呀？今日当着彭公神器之面，我们要在这里拜刀组成一支抗日的湘军，奔赴前线，为国尽忠。来，有请彭公刀。有请彭公刀。不开呀。彭公神灵在上。有请上一届夺刀得主石大头前来揭幕。有请石大头前来揭幕。有请石大头前来揭幕。有请石大头前来揭幕。石大头来也！大刀把子，你快看，我黑旗会的兄弟都来了！大刀把子，你看这场面多大呀！我黑旗会福星高高照，我黑旗会的兄弟都来了！福星高高照，我黑旗会兄弟都来了！先生，石大头带黑旗会1000余兄弟和大白几样家伙前来投靠先生。云飞，来的正是时候。有请石大头起风揭幕。
行，这怎么行？沈先生，张军长，我寇降3个月灭我中华，他们痴心妄想。你来，把我们何家的家丁以及全部家当全部押上。阿公，那我们何家怎么办？谁来保护您的安全？山河破碎，国将灭亡，国家都没了，要我们何家有他妈卵用？让我们也参军吧，女人可以帮你们封堵江西，还可以在战场救护伤员。是啊，我也可以击大鼓，为我军助威呢。日寇叫嚣，3个月内亡我中国。湘西9东81镇的好汉们，我们该怎么办？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从今以后，我们就要跟白狗子带到一块儿去了。钟司令告诉我，国共虽然合作了，可是双方代表的阶级立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剥削阶级，我们是无产阶级。我想不通。我想不通，你还有那么多的战友，血都白流了吗？以前遇到不懂的事情，我都可以来问你，可是现在呢？我究竟该怎么办？芷兰，你倒是说话呀！梦中的我，就是我，一个真正的我。上午，你说，要是一个人永远生活在梦中，该多好啊！我们再也不用漂泊了，我找到了我们共同的归宿。从今以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有一个理想，什么时候全天下的人都能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子，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到那个时候，革命就成功了。芷兰，如果你现在还活着，你会跟白狗子合作吗？你说，你说呀！你肯定不会，我也不会。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冷冰冰的，好孤单。我会常来看你的。最近晚上做梦，常梦见你，但不知道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你曾经答应过我，说等革命成功以后，你就嫁给我。可现在连钟司令都穿上了白匪皮，他都当了国军了。闹革命，打白匪，打来打去，现在自己都成了白匪，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每次一想到这儿，每次一想到你，我这心都凉了。我真的不想看。别打扰他，我们走吧。你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我咽不下这口气。这砍脑壳的二骡子！这些年，他们受了不少苦啊！要不是有共产主义信念的支撑，恐怕早就散伙了。一时接受不了，也在情理之中啊。要我和山虎同志谈谈吗？要跟他讲道理。中华民族目前已经到来最危险的时刻，国内矛盾退而次之，广泛发动乡民投身抗战，并争取黑旗麾下山我们的游击队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去落实吧。好的。军们，如果不是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少勋不会登门打搅。眼下时局急转直下，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伪作正以70万大军会战于淞沪。据可靠情报，这次淞沪大战的日军将领，大多都是军门在东营士官军校时期的同门呐。松井严根、手冢正三、正雄一郎，都是军门的老同学。张军长这次来，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消息吗？哈，看来少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过军门的。那好，我就有话直说。这次淞沪会战，我军伤亡惨重，战局吃紧。上峰的意思是想在我中华危难之际，请军门再度出山，重现北伐时的雄风。哎呀，军门真是足不出户，却尽知天下大事。那我就直说了，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委座已经同意整编一支湘军师。刘总司令点名由你来担任这个师的师长。可是呢，我和刘总司令都是军门的老部下。怎么能够让军门屈就于我们手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可是上峰的意思是，这支湘军的统帅非你莫属。当年你刚到祖司镇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一幅字。今天，我再送你一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军门，您答应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不会袖手旁观、坐以待毙。部下惭愧，只是太委屈军门了。师长、军长倒也无妨。贺胡子10多年前就是20军军长，如今还不就是当了个120师的师长吗？保家卫国，英雄不问出处。
君们啊，少勋还有一事相告。你是想告诉我，眼下全国抗战物资匮乏，上面的调拨物资一时到不了位是吧？君们真是洞若观火，真乃神人，少勋佩服。我是这样考虑，鉴于你和程如的特殊关系，我把他这个独立团调拨给你。至于其他的人员编制，就仰仗军门的英明，自行招募。这里呢，是一份枪支弹药和军需的调拨清单。至于军饷、药品和其他的物资补给，眼下十分困难，只能等以后再说。君们真乃大家风范，国家危难之时，尽显英雄本色。少勋坚信，您亲自出山，没有做不成的事。好，少勋告辞了。等等，谢军们，告辞了。少爷，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啊！全叔，哎，忘了告诉你，前几天我已经把田和地全部变卖了。啊？哦，对了，还有这栋房子，凡是值钱的，全都换成了现大洋。少爷，这可是沈家唯一的祖业呀！国破家必亡，要祖业又有何用啊？我沈家旗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去抗击日寇。即使变卖房产，购买枪支弹药，但也得有人扛啊！人呢？没有人呐！我相信大湘西的百姓，彭公的子孙们，都会支持我的。自古忠孝仁义，大旗高举，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这一天终于来了。少爷，您真是军门威风，不减当年呐！全叔啊，哎，我口述，你来写。是。倭寇犯我中华，彭公庙前征兵，愿出征者从速，明日拜刀祖军。沈家旗寇省，民国26年10月28日。组织这么大一支湘军，要充分发挥宣传才能见效。就算得到各洞地方武装的拥护，也离不开万户山上的这支武装啊。祭刀祖军，祖上是有规矩的，必须由上一届的夺刀者亲自起封后才能祭拜。现如今龙叔已经死了，大头哥又被人赶上了山，万一他不来怎么办？不过我觉得，只要有沈先生在，大头哥他是一定会来的。山虎同志，我已经得到上级指示，组织完湘军之后，就要到八路军总部接触新任务。这里的工作就交给你、老汉、罗汉3个人组成的党支部，重大事情集体研究决定，切不可自己独断。要在统战中充分扩减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是与其他武装最重要的区别。要在统战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俗话说啊，冤家宜解不宜结，人心齐，泰山移，还愁赶不走日本侵略者？是啊，我早就说过要走正路，走正路。他的3狗子偏偏不信，这不，绕过来绕过去，还不得听我的，走投奔国军这条路。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再去纠缠。眼下国难当头，个人的恩怨得失不能计较。祖军抗击日寇仍是当务之急。大湘西的汉子封闭保守中不乏强悍血性，而一诺千金。我已经出了告示，号召乡民参加明日拜刀祖军。这件事情理论上行得通，但实际上恐怕有难度。要这么多形形色色、各路人马都在您的麾下，只有短短的1周时间，能否顺利出征？即使出征，又能否击败日寇？先生，您可是日本士官军校的高材生，想必不用我提醒，您也很清楚，我们所面临的可是兵强马壮的强敌啊！古兵法云：“为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以为战。”只要有救国意识和家乡荣誉感，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告示是我写的，时间是我定的，现在就只等大头他们准时下山了。如果大头哥能下山，仙儿也就能跟着回来了。我只是担心，大头哥他会不会再次与官方合作？即使他再忠厚、再忠义，他也会考虑会不会在同一条河里翻第2次船。这辈子再也不能跟官家合作。你明天下山吗？不下山了吗？要是觉得对不住先生，那明天就去一趟。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会跟着你。这一次，如果真能像先生信上写的那样整编，那咱们兄弟就又能够再聚到一起了。这倒不是件坏事，但我不能对不起龙叔，对不起山上的兄弟啊！可我又不能对不起先生。这事想来想去，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啊。哥，你明天去还是不去？你得拿个主意啊。
马也陈浩云呐，众军临兵帮大帅，兄弟杀兵传为名哦，我敬酒。盼望在自找太平吧。众军临兵碰大帅，兄弟杀兵传为名哦，我敬酒。前头大口天后恨呐，后队马也陈浩云呐，众军临兵碰大帅，兄弟杀兵传为名哦，我敬酒。冬日的清晨，又听见一阵阵烈马嘶鸣。好啊，今凭沈家集之告示，这大湘西9洞81寨青壮男丁都到齐了。有请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0军第28师师长沈家齐。征程，马桑疏水，大东海哟，斜风的书信语言，浪大呀，你一年不来，我一呀382年前，彭公就是在这里拜刀出征，率领先人们卷起沙场，为国平我。要是你不懂所言，今天
倭寇又打进了中国，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湘军的后人，彭公的子孙们，我们要效仿先人，共赴国难。来！铁血奉献，拼了命，为的是还能看一眼家中。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国家，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家呀？今日当着彭公神器之面，我们要在这里拜刀组成一支抗日的湘军，奔赴前线，为国尽忠。来，有请彭公刀，有请彭公刀。彭公神灵在上。有请上一届夺刀得主石大头前来揭幕。有请石大头前来揭幕。有请石大头前来揭幕。有请石大头前来揭幕。石大头来也！大刀把子，你快看，我黑旗会的兄弟都来了！大刀把子，你看这场面多大呀！我黑旗会福星，福星高高照，我黑旗会的兄弟都来了！福星高高照，我黑旗会兄弟都来了！先生，石大头带黑旗会1000余兄弟和大白几样家伙前来投靠先生。云飞，来的正是时候。有请石大头起风揭幕。
快快！哎，拜倒主君，怎么能少了我和仁泰？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沈先生，张军长，我寇降3个月，灭我中华，他们痴心妄想。你来，把我们何家的家丁以及全部家当全部押上。阿公，那我们何家怎么办？谁来保护您的安全？山河破碎，国将灭亡，国家都没了，要我们何家有他妈卵用？让我们也参军吧，女人可以帮你们封堵江西，还可以在战场救护伤员。是啊，我也可以击大鼓，为我军助威呢。日寇叫嚣，3个月内亡我中国。湘西9东81镇的好汉们，我们该怎么办？委座对我们这支抗日湘军非常器重。现在我宣布，第10集团军刘总司令电令：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集团军新编28师所辖763团及国军独立团，彭成儒任团长。是，谢总督。黑旗会编制为764团，石云飞任团长。祖司镇的民团编制为767团，何必来任团长。是，谢总督提醒。游击队和新编乡民编制为768团，武山虎任团长。是。彭成儒兼任师参谋长。是。何必来兼任三民主义指导员。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湘西汉子，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也没有化解不了的历史旧账。现在我中华民族4万万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兄弟友军正在前方战场上拼命厮杀，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英勇作战，一致对外，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党国，无愧于人民，赶紧彻底的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好了，山虎同志，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也别送了，送得再远，你们也不可能跟我一道去陕北啊。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跟你们一起到了陕北，到了咱们八路军120师。同志们唱，我们跟着贺龙走，贺龙跟着共产党。梦醒来以后才发现，还在新编28师这个破地方。山虎同志啊，不要着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山虎啊，国共虽然合作，团结一致，但是合作并不等于我方要委曲求全。合作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的。既然是合作嘛，兄弟之间的恩恩怨怨就不要再斤斤计较了。兄弟之间再大的恩怨，大得过我们的国家吗？当初把你留下，就是要你带领好湘西这支共同组建的抗日联军。什么联军？地道的杂牌军，怎么能跟咱们八路军120师比？我现在是真想有所作为，可是不知从何做起。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山虎啊，我们需要英雄，但是需要的是革命的英雄主义。这个英雄主义呢，是要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终身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人。所以啊，我们要团结一切，我们的英雄主义是体现在集体的英雄主义之上。只有在这个集体英雄主义当中，方能显出真正的英雄本色。
团结一切，才能战胜一切。总司令，我保证，进入新编28师以后，兄弟的旧账我绝不再提，一切听从沈师长安排。留下来以后啊，团结一切力量，把抗日的爱国力量和人民抗日自发武装组织起来，在党的统一战线指导之下，带领好这支抗日队伍。我知道，党跟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我愿意抛弃个人恩怨，共赴国难。好了，山虎同志，真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会的，等我们赶走了侵略者，一定还会再见面。程如这个人呐，心肠太软，太仁太义。毕来啊，以后你要帮我看着他。打断骨头连着筋，过去毕竟他们是兄弟，千万不能让他和武山虎还有石大头他们混到一条船上去。请军座放心，只要有我在，就不能让他们起了心。毕来啊，关键的时候，新编28师还得要靠你呀。沈家旗的威望真是不减当年呐，这次我算是见识了。如今三兄弟又聚在一起，再加上个沈家旗，新编28师到底是姓贡还是姓匪？不能不让我担忧啊！还是军座深谋远虑啊！报告！报告军座，刘总司令急电。念。淞沪战局急转直下，命令你部新编28师火速增援。知道了。是。命令，新编28师即刻出发。是。我的3个孙子啊，都跟着你一起去打倭寇，你可要给我留个种回来呀！老人家，他们是为国家的尊严而战。我向你承诺，只要我沈家旗在，一定带他们凯旋回到故乡。好。乡亲们，彭公神灵在上，一定会护佑我正义之职，旗开得胜。灯儿哟，轻挂在这地对马桑树，照亮你的背影，却茫然模糊。望着你穿过头。看着回家的路，告诉了保家国一定义无反顾，义无反顾。灯儿哟，流过在
公元1937年，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为切断我上海守军70万人退路和援军东进，发起第2次世界大战中亚洲战场最大最猛烈的2击登陆攻击。小心！战场上炮弹不长眼睛，注意隐蔽啊！注意隐蔽！打发！这是好兆头啊！一上来就打开了，哇！隐蔽啊！注意隐蔽！快点隐蔽！小心，注意隐蔽！快孩子，快隐蔽！快走，快跟上！快隐蔽！快跟上！师座，你们过来看看吧。咱们眼前的这个嘉善工事，乃国民政府耗费巨资，历时数年，由德国顾问设计后修造，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此国防工事局是以希特勒的前任命名，称之为金登堡防线。据提供的资料显示，地面布满了碉堡群，钢筋水泥，厚度达1米多，根本坚不可摧。师总，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师刚刚组建，连起码的操训都来不及可，怎么打阵地战？今日后决战，就是训练有素的中央军又能如何？照这么说，这场仗没法打了。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古往今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也是不胜枚举的。师总，现代化2栖登陆作战，其优势就是在于空中打击和炮舰支援，可以远距离摧毁敌军海防工事群，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劣势。那我们就化劣势为优势。你们说说看，该怎么打？我们在整体上要保持相互协作，同时还要具备单兵突防的能力。对，充分发挥我军灵活机动的优势，贴近敌人避其锋芒，出奇制胜。我不会讲这么多，就知道按彭公祖先抗倭的方法打，只要能把小鬼的脑袋砍下来，那才算狠角色呢。云飞说得好，我看首战就可以叫砍脑壳行动，寻找最佳时机，实施斩首行动，先摧毁他的指挥系统。斩首行动？如何斩首？怎么实施，那是你们各自的事情。我从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明白了，这是我强项。走，去打！走，走，好。382年、大和民族の地獄だ。中国のことわざに順则包抄、思念不安という道理がある。この日を待てだ。勝利のため信濃抵抗石を潰す。大和民族300年前の復讐のために。シャンシーのパンゴンダを覚えてるか？手塚剣道の祖先はあの刀に倒された。それは大和民族の憎しみだ。おじさん、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今回自分は神勝特攻隊統率して必ずしも手塚剣道で382年の復讐、全てのポンゴートを潰してみせます。そうだ。
罗团长，当时设计建造没有考虑到加上过低的海拔，现在所有工事已经全部进水。什么？师座，报告。碉堡的数量也只有图纸上的1/3，而且全在一条直线上，无法形成立体纵深的防御系统。连接碉堡的交通壕要么没有，要么太浅，就是猫之腰都躲不开敌人的机枪扫射。怎么回事啊？接通军部。是。军部，军部。我是28师师长沈佳琪，军座，前线的攻势。据说当时因为不足，好像工事还没有完工，我比你们相信了些掩体，可谓固若金汤，固若金汤啊！固若金汤，扯淡！看来要做最坏的打算。走。唐师长，兄弟们，加把劲，抓紧时间！来，买定一手嘞！来，我要这个。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赌钱？你们指挥官呢？报告参谋长，我们团长脚崴了，昨天晚上去城里疗伤了。鬼子马上就要炮轰了，还不做战士的准备？就往阵地提头来见！鬼子的飞机大炮哪有那么邪乎嘛？来，再玩两把！再来，快点！下注，该你了。挖什么呢？这是？掩体挖得太浅了。作为指挥官，你们只是亲民介绍报纸，糊弄鬼。二骡子，这打仗就真刀真枪的干，这老挖着耗子都往里钻，那算怎么回事啊？现在多挖一锄头，打仗时就少流一滴血。师长有令，不挖完掩体，谁都不准吃饭。你就晓得挖个坑躲起来，有种出去搞两下。昨天那个鬼子冲在最前面的，那像乌龟壳一样的家伙，是个啥玩意儿啊？对呀。哦，你说的就是那个一拱一拱的冲在前面的那个癞蛤蟆呀？对呀。对。我呀，听独立团的兄弟们告诉我，那是日本鬼子的坦克。坦克？不是坦克啊！听说啊，用枪都打不烂呐！啊，这么厉害啊？那有啥法子把它搞翻呀？我想啊，纯怕火烧。哦，为什么呀？这古戏里不是有句话吗？啊，火烧乌龟肚里疼嘛，对不对？一定怕火烧，肚里疼，怕火呀，这就好办了。兄弟们，去弄点稻草，铺到壕沟深处，浇满火油啊！走，烧死这个坦克！快去啊！烧死他！再去搞些大木桩过来。钉在壕沟最深处，要木桩干嘛呀？免得小鬼子东跑西窜呢。对，烧活的，烧死这个坦克！嘉山正面防御由程汝独立团担当，你们火力最强，一定要固守国防工事，没有命令不得后退半步。是。山火。你们游击团负责左翼防守，要确保镇窝山不被攻破。是。嘉善县调给我们的县保安团，由你来指挥，负责右翼防守。是。先生，那我们呢？你们黑旗军做预备队，后方待命。先生，那我们黑旗会就不逮了？肯定要逮啊！到时候你会搞不赢手脚的。大家记住，镇窝山的左侧山下，就是通往南京的6号铁桥。守住了山，就控制了桥。如果鬼子攻破了镇窝山，6号铁桥就会保不住，那也就意味着打开了通往南京的大门。我坐镇镇窝牌坊，人在山在，是与牌坊共存亡。是。
撤！撤！走走走！天上的老飞鹰，好大好肥啊！是啊，比我们家的老母鸡可大多了。要是能搞下来，够我们吃半年了。是红烧呢，还是清炖呢？红烧，红烧，红烧好，红烧好啊！又一个，哎，你看，你看，報告。空中からの情報、ある中国軍隊の準備を発見しました。でもおかしいこと、砲撃線の後ろには多くの武器も持っていなく、おかしい人たちが発見しました。これは空中からの写真です。正義の軍隊ではなさそう。これは中国から逃げ出した難民でしょう。30分後、広州湾の全行程、ジンシャンウェイのところから全面的に攻撃する。はいはい。大本営の命令だ。空中から落下傘、中国軍隊を攻撃。正面の海軍、陸軍と一緒に総攻撃をかけ、2時間で相手の防御を潰す。4時間でジャージャンを攻める。はい。意外の攻撃、早く進め。6番の橋整量して。11km だけの防御じゃないか。4時間を使い、シナ人を重視すぎるぞ。娘卖皮的，我一定要想个软法子，把这大从军的种子弄回咱们湘西去，那就发财了。是鬼子！鬼子！上呀！兄弟们，上呀！報告、偵察機からのだ。あれは難民ではない、中国の平民部隊だ。私たちのパラシュート、まだ何もしなく全部殺された。これらバカなシナ人、騙された。直ちに行動をやめろ。戦車、戦艦の大砲、戦機を割って一斉に集めて攻撃を開始する。ジャーシャン正面の防御を潰す。はい。行くぞ！シナの軍隊はどこだ？一人でも撃ってこない。撤退する様子もないじゃないか。きっと全部俺たちに殺されそうだ。すぐ第一防線を奪おう。指揮部を前進させろ。前進！给老子等！
说你黑旗军搞的什么鬼名堂，还刀枪不入的，结果呢，死多少弟兄？要不是我们独立团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你真是个矮老坤你！猴子，你小子可真是后娘养的仙乖！我后娘养的死了多少弟兄？怎么跟大哥说话呢？情况十分严峻。自淞沪会战以来，战局急转直下。我中国军队的主力70余万会不会被日军包抄围歼？关键就看对杭州湾的金山卫和全宫町登陆日军的阻击战能不能坚持4天4夜。这是最高军事委员会对我们这支队伍下达的死命令。只有拖住登陆日军，中国大军才能冲出包围圈。今天的较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小日本的火力如此厉害。那是你小子被吓破胆了。我吓破胆了？我独立团什么一长恶长没长过？对付我们游击队，对付黑旗会的时候，倒是算你狠呢。三狗子，吵什么吵？大敌当前，国军也好，赤匪盗匪也罢，都是咱们自家的人，自家的兄弟，知道吗？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一群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军现代化军队，领头的就是300年前彭公征剿的倭寇后代，日本剑道手冢流的传人。哦，我想起来了，早些年他还带着侄儿到过咱们湘西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钦泰的，还和我比过刀呢。就是这对叔侄，这就叫旧仇又添新恨。日军仗着优良武器以及崇尚武士道精神，骄横肆虐。他武士道算什么？老子手里有彭公刀，还怕他个卵！日本武士道是一种变态的精神信仰，比如日本人觉得樱花并非是盛开时最漂亮，而是凋谢时最美。樱花凋谢有个特点，那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这就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毫无保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武士道精神是一种不成文之法，日本历代武士们口口相传，逐渐形成了他们阴暗、扭曲、变态的心理，表现出来的就是极其残忍的一面，从而导致了这场世界性灾难。日本人自傲于军事强国的身份，根本不把我国放在眼里，究其根源归因于日本的传统，而日本的传统最强盛的就是武士道。我们湖湘子弟向来崇尚的是重情义、重信义、好富贵、忘生死的精神，跟我们比，小日本的武士道，他娘的算老几啊？对，到时老子用老子的彭公刀，把小鬼子赶回老家去。要做，就做一回真英雄。岛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今我军固守的镇窝山已经完全暴露在日寇的火力控制之下，要趁日军还没有完全立稳脚跟，夺回阵地。可是日军的人数和火力都是我们的数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近战、夜行，那样才可以先发制人。这小鬼子未必是铁打的呀，不睡觉不休息了。そうか。一体何の軍隊や。おじさん、戦地で防御型は撤退をするか死守をするか、このように少人数で敵の後ろからつくなんて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これは軍事の禁忌を犯しています。どのような教科書にも書いてありません。すぐ調べろ。一体何の軍隊だ。長官は誰だ。黄埔軍校か、あるいは外国軍事学院。なぜ皇軍を怖がらない。はい、報告。先の情報だ。私たちの前は小生部隊の28師である。この師団は地方統率団を除いて他は戦術を知らず武装もダメだ。長官は日本帝国士官学校の沈家地。沈家地。またシナ人の言葉だ。不是原家不知土。おじさん、300年前の祖先と祖先、今子孫と子孫が戦うことに、現代の我々からすれば歴史が繰り返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運命だな、ザージュ軍。
士官学校の時名門で成績は常に一番だった。皆が嫉妬したものだ。君はこれから戦場で会いたくないとの言葉をよく話した。全く思いもかけず今日中国にいて戦場というところで会ってしまった。俺の親友と刀を合わせるとはな。今天晚上的行动要用我们在湘西的老套路摸叶罗丝。大家都赤膊上阵，脱掉外衣。黑夜里，鬼子根本分辨不出敌我。兄弟们都听好了，晚上把这筷子咬紧了，谁都不许出声。摸进去，逮到穿衣服的，就给老子往死里砍，记住没有？好。每人一道斧，刀枪不入。每人一道斧，刀枪不入，刀枪不入。每人一刀，刀枪不入。什么？这还没开始就每人一刀啊？不是每人一刀，而是每人一道符。这符上是抹了狗血的，刀枪不入。你呀，你耳朵赶蚊子去了。不是，罗师公，你这兆头不好啊！你少说怪话啊！你呀，你会砍老壳死！闭嘴！哎，这写什么呀？啊，我也没试过，放这儿没用吗？用这儿，快点的，傻子，彪。这有用吗？有用吗？しっかり休め。そうでないと戦いもうまくはいかない。はい。神風と交代通達。全体休憩。よく休み。明日のシナ人との戦いに備えろ。はい。おじさん、シナ人が夜休んでいるうちに自分は今晩中部隊を盗撮していきます。雷のごとく早くチェンオーシャンに侵入してシナの武装独立団を潰してやります。血をもって復讐を果たします。早く行動しろ。大日本帝国現代化の優れた武器を使うんだ。至近距離の戦いを避ける。はい。あっちだ。誰かいたか。いない。こっちはいない。続けて探せ。大佐、ここにはシナ人の痕跡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まさか騙されたんですか。バカ。安土、茶山の西側、6番の橋通のある。ただ橋、大変榴弾砲やタンクがおられる。南京へのため、勝利へのため、絶対6番の橋、制量せよ。行こう。はい。
重坑，那要不然就完了。毕竟在正规军校撸过，有两下子啊！打得够日子啊！坚守前方枫泾镇的友军204师，在敌人飞机、重炮、坦克的狂轰滥炸下，不到半天，全军覆没。枫泾镇已落入敌手。报告，何必来指导员率领的保安团已撤离阵地，阵地失守了。命令石大头率黑旗军敢死队夺回保安团丢失的右翼阵地。是。我们大声流